Hello， 我哋繼續一齊 stalk 下 event 嘅英國之旅啦。今次呢，我哋就會去到最南面嘅 Southampton。我都係一日快閃修咸頓嘅啫。咁我諗大家可能有聽過啦。修咸頓最值得睇嘅呢係 Titanic Story 嘅展覽啦。呢個展覽其實位於 Southampton Sea City Museum 嘅。即刻重唔翻嗰啲英國口音啊 ，sorry。佢最出名呢係呢個 Titanic Story 嘅展覽啦。裏面呢係講到其實當年呢鐵達尼號呢有75% 嘅 crew 咧，即係啲船員呢，包括可能船長啊或者係服務嗰啲人啦。咁其實呢都係嚟自修咸頓呢個城市嘅。修咸頓其實係一個造船嘅港口城市啦。咁所以當年鐵達尼號海難呢，其實對於呢個城市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悲劇，因為佢哋都死咗好多人。個展覽嘅設計咧係圍繞住一啲當年喺鐵達尼號上面嘅 crew members 啦，呢啲人咧都係嚟自 Southampton 嘅。呢啲人物喺船上面嘅職位唔同啦，佢哋嘅人工都差好遠，甚至社會地位咧都大相徑庭噶。但係呢一切咧都同佢哋之後獲救定係唔獲救咧係毫無關係嘅。我自己覺得啦，個展覽咁樣設計啦，俾我哋睇到一啲真係真實嘅人物咧，係有血有肉咁樣啦，係真係更加能夠同理到當時發生嘅呢個海難。另外，我哋亦都見到啦，呢一艘鐵達尼號咧喺20世紀初咧，的確係喺技術上啊，甚至喺服務上啊，都係一個真係好豪華、好犀利嘅一隻船嚟噶。例如呢兩張呢，其實就係頭等同埋二等艙嘅早餐 menu 嚟噶。咁佢哋特登設計到呢，印喺 postcard 上面，咁等啲乘客呢可以寄翻俾親友嚟留念噶。另外，我哋見到呢個淨係餐巾啦、個刺繡啦，都其實真係好豪華啦。除咗鐵達尼嘅故事之外呢，呢個博物館都記載咗修咸頓作為呢個海港城市嘅一啲歷史啦。特別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呢，佢喺1940年尾嘅時候係捱過好多炮轟嘅。當時德國對英國嘅空襲呢，修咸頓大概係承受咗33000次嘅炮轟。而修咸頓作為海港嘅城市呢，佢無論喺軍備嘅運送啦、造船啦，定係提供地方俾盟軍嘅軍隊咧去留宿啦，都係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嘅勝利咧有一定嘅影響噶。喺博物館入邊都見到修咸頓出品嘅大船嘅模型嘅。行完博物館見仲有少少時間啦，天氣又幾好，咁我哋就行咗過去 Bar Gate 嗰度，係一個中世紀時期嘅類似城門口咁嘅地方啦。佢係保留咗當時一啲原本嘅城牆嘅遺址嘅，而家裏面呢，就成為咗一個文化藝術嘅空間。離開修咸頓，我哋就一路向西去到 Bath。講到 Bath 呢，大家或者有印象呢，呢一個 Royal Crescent 嘅建築嘅。佢係由建築師 John Wood the Younger 設計，喺1774年落成嘅，係英國最大嘅 Georgian 喬治式建築之一，並且喺英國特殊建築和歷史遺產法定列表呢被列為1級建築。咁我當然又要講下歷史先啦。喺二戰期間呢，1942年嘅4月呢，巴特呢其實受到納粹空軍3次嘅空襲㗎。呢一次空襲呢係屬於 Baedeker Blitz 啦。貝德爾克閃擊戰嘅一部分，係佢哋德國咧對皇家空軍空襲盧比克啦同埋羅斯托克嘅報復行動嚟嘅。喺呢一輪空襲期間，成個巴特有超過19000幾棟建築係有損傷啦。而 Royal Crescent 呢排樓咧都有一部分係被燒毀啦同埋炸毀嘅。而家呢一排建築喺修復咗之後咧，有好多電影同埋電視節目咧都用佢嚟做背景嘅。而家佢大部分都係私人財產啦，而其中一 part 咧係博物館，中間嗰部分咧就係酒店嚟嘅。喺 Royal Crescent 附近有條街啦，我哋路過一間小店啦，咁有個英國伯伯出嚟同我哋打招呼。原來佢識講廣東話嘅，佢話佢好多年前咧喺香港住過，好似30年啊。喺 hea 遊巴嘅時間呢，我都有逛過下啲二手店啦。我竟然發現咗呢個 Hitler is Dead 嘅有歷史意義嘅報紙喎。果然我係有職業病啦嚇，即刻 detect 到有啲咩同 history 有關嘅嘢。喺 Bath 咧都有個 Jane Austen 嘅小博物館嘅。咁原來咧我哋喺 Bath 都會揾到 Jane Austen 一啲足跡啦，因為佢喺1801年至1806年之間咧，佢其實係住喺呢度嘅。
據聞佢嘅小説《Persuasion》同埋《Northanger Abbey》咧都係喺 Bath 做背景嘅。另一個 Bath 最出名嘅景點就當然係佢個羅馬浴場啦。不過因為又要排隊同埋要俾錢啦，我哋唔係好夠時間就冇入到去睇啦。咁喺外面影咗一輪相嘅。喺啲 souvenir shops 咧，我哋都仲會見到咧，英國人對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咧都非常之懷念啦。我哋見到佢嘅形象咧都係好親切嘅。喺紀念品店裏邊，我都發現咗盧城女吹水片頭嘅主題《愛麗絲夢遊仙境》嘅一啲精品。番外篇講到英國嘅食物，大家都會面有難色。要數國民美食呢，又點少得 fish and chips 同埋 beans on toast 呢？我今次去英國呢，都有拜訪一個我以前教嘅學生，佢好中意研究啲有趣嘅知識嘅。佢就同我講，其實英國人並唔係由盤古初開呢，就中意食呢一啲一撇撇嘅食物㗎。究竟係邊個將呢啲一撇撇嘅食物帶嚟英國嘅？原來有位仁兄叫做 Peter Durrant， 佢係英國商人嚟嘅。佢喺1810年獲得用罐頭存放食物嘅專利。之前呢啲人一路都用鹽醃啦、煙燻呢啲咁嘅傳統方法去延長食物嘅保存期，但往往呢會改變咗食物嘅味道、質感同埋營養價值。因此用罐頭儲存食物、延長食物壽命嘅方法呢，可以話係革命性㗎。Peter Durrant 嘅專利係在於加熱同埋密封嘅保存技術，而呢個技術呢，本身係由法國人 Nicolas Appert 開發嘅，但係當時呢，佢係用玻璃樽密封嘅。佢當時受到法國政府委託研究點樣延長軍用嘅食物，咁佢呢就用玻璃樽密封啦，然後將啲食物加熱，隔絕咗空氣啦，亦都可以殺菌。Peter Durrant 就改善咗呢個發明啦，佢提議用金屬嘅物料做罐頭，係比玻璃樽咧更加耐用同埋實用㗎。喺測試嘅階段，佢安排咗呢啲罐頭啦，同皇家海軍一齊搭船搭咗4到6個月，發覺呢啲食物喺抵達目的地之後呢，都仲係保存得好好嘅。個做法呢，就係將啲食物裝喺罐頭裏邊，封口之後加熱，唔單止可以杜絕空氣嘅接觸，仲可以有殺菌嘅效果，大大延長咗食物嘅保存期。但係呢，就正係因為個加熱過程，令到啲食物變成一撇撇咁樣。咁引用翻我哋偉大嘅嘉賓阿眉嘅金句，我都唔知係要多謝佢定係，算啦，我都係多謝佢啦。